從古到今，所有人都把隆中对当成頂級戰略模板，可毛主席卻直接看出了諸葛亮3大致命軍事失誤，推翻了大眾流傳千年的固有認知。從少年時期開始，毛主席就反覆通讀《三國演義》與正史《三國志》，打仗、開會時總愛拿三國故事講道理，對裡面每一場戰役、每一步布局都看得通透。旁人只看見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他卻能從戰略底層看出漏洞。他還在書頁上留下了批注，直接點出諸葛亮從一開始就分錯了兵。而毛主席點出的第一處失誤，正是被後世捧為千古奇謀的隆中對。當年諸葛亮在草廬裡為劉備定下大計，先取荊州，再圖益州，兩路並進，最後興复漢室。這套戰略聽上去環環相扣，後人也一直當作神來之筆。可毛主席讀到這裡，卻批下一句話：其始務於隆中對，千里之遙而2分兵力，其中則關羽、劉備、諸葛3分兵力，安得不敗？翻譯過來就是荊州和益州相隔上千里，把本就不多的兵力攤在兩頭，看似兩路夾擊，實則處處薄弱。隱患在出山那一刻就已經埋下，後來的事果然被他說中。關羽守荊州，孤軍在外，最終兵敗被殺。劉備為報仇東征伐吳，又在夷陵大敗。等到諸葛亮北伐時，蜀漢的元氣已經耗掉大半。關羽、劉備、諸葛亮3股力量各打各的，誰也顧不上誰。這是毛主席標出的第一處失誤，從戰略布局上兵就分散。第二處則是那場最有名的敗仗街亭。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本來形勢不錯，他派趙雲、鄧芝出擊鼓佯洞，又讓馬謖、王平去守街亭這個咽喉要地，自己坐鎮岐山。結果馬謖不聽勸告，把營寨扎上山頭，被魏軍斷了水道，一戰而潰，街亭失守，北伐只能被迫收兵。事後諸葛亮揮淚斬了馬謖，很多人把這筆賬記在馬謖頭上，而毛主席的批語卻把矛頭直接對準了諸葛亮。他寫道：出戰亮夷自臨陣。像街亭這樣的關鍵一仗，主帥本就應該親自到前線坐鎮，不應該把這麼重的擔子全交給一個從沒獨當一面的參軍，用人不當又沒有親臨，這是第二處誤算。第三處，毛主席從全局出發，點出了部署漏洞。當時關羽分兵守荊州，劉備分兵伐東吳，諸葛亮分兵北伐，3次用兵都在分散使用本就有限的力量，優勢兵力没能攥成一個拳頭重力出擊，反而一次次被攤薄、被消耗。有意思的是，街亭之敗以後，諸葛亮顯然也意識到了問題。從那以後，他每次用兵幾乎都親自到陣前指揮。那麼，同樣熟讀兵書、以謹慎著稱的諸葛亮，為什麼會在分兵這件事上一錯再錯？毛主席又是從哪些仗裡讀出了集中兵力這4個字的分量？毛主席評點諸葛亮背後藏着怎樣一套用兵思路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講解。